我们常会幻想世界末日后，人类该如何生存。当人类的文明被摧毁殆尽，残余的幸存者能重铸荣光，还是苟延残喘？这无疑就是幻塔最想呈现给我们的世界。这次的版本更新，最惊艳的并不是主线剧情，而是来自风鸣岛的一个隐藏支线。风鸣岛上有着残破的大楼建筑，这是过往文明的见证，但现在这里只有着呼啸的风声。当风穿过建筑的夹隙，会发出类似幽灵的低鸣。风鸣岛正是以此得名。但这座荒岛不只看到的这么简单，虽然它没有出现在主线剧情中，却在其中藏有2个精彩绝伦的故事。本期我们要讲的就是其中一个——机器人与狗与老人的故事。故事的开端是在因奈斯的下层，我们会碰到一个叫安迪的女孩，她有着一只叫大副的狗。与她对话后，得知她曾经还有一只狗，叫做船长。但在和小伙伴去风鸣岛探险的时候，因为自己没有老实的等着同伴归来，而是在暴风雨中登了岛，结果狗丢了，自己昏迷却被神秘人救了。之后家长怕再有意外，严令不许他们再去探险，也就没法再探索船长的下落。一听说风鸣岛有着幽灵先生，主角便来了兴趣，同时也是为了找狗，我们开始了新的冒险。这是一段隐藏剧情，没有引导也没有提示。在风鸣岛上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只叫水手的狗，它会引导我们来到一个破损的机器人身旁，示意我们去修好它。其实我很好奇它究竟是被谁损毁的。从遗落的零件位置来看，它似乎是在岸上遭到了强大的冲击，肢体才会飞了出去。有一段肢体甚至沉到了海底。目前怀疑的敌人有2种，一个是岸边的沙赖鼠，但这是一种长期生长在岛上的生物，如果是鼠攻击，这可能就不是第一次了。另一个可能性是岛上新出现的灰玉体。因内斯这边的灰玉体出现的时间很短，这也是为什么老人可以居住在这里的原因。假设灰玉体出现的久了，老人可能早就遭遇不测了。所以我对这段剧情还是有些意难平的。最终的结局，我更想让大卫和船长去因纳斯，因为风鸣岛已经不安全了。在我们找到机器人的部件后，尝试修理它。不得不说，主角是光环加身，修理机器人这种工作都能胜任。本杰明能修好大卫，是因为曾经参与过机器人早期的研发，主角就只能归类到自学成才了。修好机器人后，他就会自己移动，回到本杰明的身旁。我们一路尾随，也发现了本杰明的营养舱，发现了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，在这片末世中赖以生存的家。刚进入房间，就听到了房间传来的各种命令：喂狗与种花。看得出来，大卫陪伴了本杰明很久，但大卫只会执行命令，他一直都会照顾花，但却从来没注意过花的生长状态，哪怕花已经枯萎了，他依旧不知道。这时候的大卫还没能完全觉醒自我意识。幻塔里面有一个观点被反复提到，就是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觉醒，这在赛博作品中屡见不鲜。早在女仆的剧情中 ，Zero 就通过编程的方式，让机器人通过思考获得了意识。现在京都的 NPC 中有一些也是机器人。这里的大卫同样提到了意识的觉醒，只是这里使用的方法与编程完全不同，是通过感情这一特殊的力量来完成的。大卫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本杰明同步了信息，虽然他现在只能躺在营养舱内，但2人依旧可以通过机器进行交流。这种营养舱建模在游戏里不止一次见到了，只是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躺在里面。但这种营养舱显然没有休眠舱那么高级，休眠舱内的人是基本停止了生命活动，比如说当初远望号上的殖民者，从地球来到艾达星，年龄上基本都没有变化。但是这里的本杰明却不行，他在营养舱里是因为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只能通过设备来续命，延缓死亡的时间，但他的肉体是一直在衰亡的。通过与机器人信息交换，本杰明知道了是我们救了大卫，并让我们与他说说话。这里的剧情之所以觉得做得很好，除了故事比较饱满以外，还有就是交代清楚了很多东西。比如本杰明为什么会生活在这里，是因为自己的妻子艾莎，但他的妻子早就过世了，不过却在离去之前耍了一个小手段。艾莎知道本杰明在他死后可能会随他而去，于是他和本杰明做了一个约定，要找到99个心形石头才能去找他。这个借口一直支撑着本杰明活下去。现在老人身体不行了，找石头的任务就落到了机器人大卫的身上。而在这个故事的结尾，大卫找到的正是最后一块心形石头，也给这份约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不过这里也有些瑕疵，文案里既出现了艾莎，也出现了罗莎，这应该是文本错误吧。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幻塔这种支线感觉做得很好，主线却略显僵硬，原因是因为产能。幻塔的制作组不是没有想法，只是产能决定他做不出来。这段剧情里的录像带完全可以做成视频 CG， 但是游戏里依旧是用文字表达了出来，因为产能实在是做不出来。而且幻塔视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经验不足，如果真的做成了视频，又会显得很僵硬，反而不如这种文字叙述，画面全靠玩家脑补。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，这种剧情肯定是不怎么关注的，但对于在乎剧情的人来说，这就有魂系剧情的味道了。本杰明为了履行与妻子艾莎的约定，在风鸣岛成了一个拾荒者，海洋中漂流的垃圾就是他物资的主要来源。
偶尔也会去因内斯交换一些货物。大卫同样也是从海里捡来的。人是群居动物，孤身一人待久了也会寂寞。有了大卫的陪伴后，本杰明就把他当成了倾诉者，过去的秘密、自己的孤独都一股脑地讲给大卫听。他希望大卫能成为自己的朋友，为此他甚至会给一个机器人过生日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，但文案里对于时间并没有给出明确信息。直到本杰明老了，必须要坐上轮椅了，两人的身份便互换了过来，变成了大卫照顾本杰明，并帮他寻找心形的石头。这种生活直到2年前的一场暴风雨被打破了，也就是公元2710年。安迪与自己的小伙伴前来岛上寻找幽灵先生，不料遇上了天气突变。安迪与狗狗船长上岸寻找伙伴，却昏迷在沙滩上。幸好遇到了本杰明与大卫。大卫在本杰明的命令下将安迪送回了因纳斯，但是在回到住处的时候，却发现了狗狗船长。长期的孤独加上没人来寻找狗狗，让本杰明起了私心，他要留下狗狗。这时候大卫提议把狗狗叫做水手，这可能是大卫的第一次意识觉醒吧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狗一机器人，这样奇怪的组合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一直到主角来到了这里，救下了大卫。大卫的语言模块受损，尽管我们更换了新的语言模块，他也只是能播放了音乐，还有点憨憨的。与本杰明对话，我们了解到他有心想把狗狗还给安迪，于是我们回到因纳斯，告诉了小萝莉岛上的信息。安迪想要亲自去谢谢本杰明，让我们带他一起去。这里有个细节，这个任务开始后，因内斯的安迪就消失了，只有在风鸣岛可以见到他。狗狗与主人重逢，本杰明却已经去世了。来到他的住所，发现他已经死去了。房间的权限被移交给了我们，可以查看录像带中的内容了。通过这些录像带，也就了解到了我前面叙述的故事。本杰明让大卫把他与妻子艾莎埋在一起，在楼顶也出现了新的坟墓，但却未能看到大卫的身影。在岛上找到他后，会发现大卫的权限被本杰明移交给了大卫，这也代表着他成了自己的主人，但他依旧在执行寻找石头的命令。这个结局没有达到想象中的预期，本来以为他会从此有了思考能力，但最终还是局限于过往接受的命令中。狗狗水手也陪着他一起留了下来，和大卫一起守护着本杰明的墓碑。一狗一机器人成了一道新的风景线。这就是这段隐藏剧情的全部了，讲述了一个为爱执着的机械师救了一个机器人与一只狗，并一起生活，产生了浓厚感情的故事。末日往往是残酷的，但正因如此，产生的情感才会如此的耀眼。每个人都努力的生存，彼此依偎着活下去。幻塔一直缺少对世界观的补充，末日下的世界人们究竟是如何生存的？正是这些小故事不断完善了背景的设定，不过也留下了新的疑问。一个是现在的风鸣岛会玉体横行，中间水球里还有个大 boss， 大卫与水手在这里生存，真的安全吗？第二个问题是风鸣岛上有大量斯迈尔研究的资料，这些资料有些涉及到了隔水立场。本杰明在岛上生活了那么久，对这些资料知道还是不知道呢？我们都能进大楼找到这些资料，本杰明不至于视若无睹吧？本期就到这里了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